饲养龙虾究竟有多赚钱？就在这不起眼的网箱里饲养着上千只龙虾，一次收成就能让你实现好几十个小目标，分分钟让你达到人生巅峰。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龙虾，一只就能卖到100-200万越南盾，极品牡蛎只配当饲料。在海边停靠着大量的渔船，这里是越南金兰湾海域，很多渔民靠着出海打鱼为生，有少部分人已经做起了海鲜养殖事业，而且已经发家致富了。这片海域就是当地渔民的海鲜养殖场，几百公里的海岸线上饲养着各种各类的海鲜。这种长方形的网箱是渔民用来饲养海鲜的水下网箱。龙虾养殖占了海鲜产量的40%以上，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漂浮物，水下面就是用来饲养海鲜的网箱。在这片海域非常适合饲养这种龙虾，高生产率为他们带来了很大经济效益。每天早上，渔民在岸上为饲养海鲜准备着饲料，每天都要为网箱里的海鲜准备几吨重的饲料。这些饲料就是龙虾最爱吃的牡蛎和生蚝。来到饲养龙虾的网箱附近，今天不仅要投喂，而且还是收成的一天，已经准备好了装龙虾的篮筐。极品牡蛎只配当饲料。工人开始戴好眼罩，凭借着一条导气软管就开始沉下水，打开网箱的进出口就可以进去网箱内。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百上千只龙虾，大量的龙虾爬在了网箱的侧边和顶部。有密集恐惧症的，请自行选择观看。网箱不是固定在海底，只是悬浮在海里，靠着海面上的浮物进行悬挂。工人拿着饲料往网箱里面钻，这一大袋的牡蛎就是龙虾的食物，这里面含有海蛎子和生蚝，都是龙虾和螃蟹最爱吃的海鲜。高档的食材只配当锦绣龙虾的饲料。龙虾干饭的时间到了，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将牡蛎的外壳都敲碎。龙虾干饭究竟有多残暴？半个小时后，坚韧的外壳已经碎成细块，牡蛎的肉质已经被吃光，只剩下一地残骸。吃剩下的残骸，工人会将它打扫干净，也是为了让网箱里的海水保持干净。龙虾的肉质非常可口，营养价值也非常高。这种锦绣龙虾曾经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神虾，就这么一只龙虾就可以卖到100-200万越南盾。龙虾非常活跃，使得它们的肉质非常鲜美，能自由行走在网箱的网壁和顶部，如同移动的蜘蛛。龙虾的触角也是非常长，一旦靠近龙虾就会往后跑。龙虾也被当地人称为青虾。这种龙虾消费非常强劲，投资少，时间周期短，大约10个月就可以卖了。就这样一个海底网箱就可以饲养500-600只龙虾，大网箱大约有100平米。龙虾都喜欢群居，放眼看去，整个大网箱都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龙虾。工人拿着大网兜收集网箱里面的龙虾，这般大小的龙虾就可以拿出去卖了，再把它养大点就会入不敷出。收集好的龙虾都会放到网箱顶部，然后工人再次进入网箱内收集龙虾。密密麻麻的龙虾在里面不断的挣扎，这些龙虾最终成为人类的盘中餐，然后将网兜里的绳子绑在船上。现在已经收集了10几个大网兜，从网格去看网兜里面的龙虾，这一网兜应该有50-60只。将网箱里的龙虾收集完后，都会将网兜放在船边养着，然后工人就将船下面装着龙虾的网兜拉上船。一大网兜的龙虾也要几个人才能把它拉上来。现在他们要迅速地将海里的龙虾全部拉上来。龙虾的个头都不大，都在2斤重左右，把所有的龙虾拉上船也是非常费时费力，花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才把所有的龙虾拉上船。这些龙虾会运到附近进行分类打包。这位是龙虾养殖场的老板娘，每次收获都会为她带来不少的利润。看到她露出见牙不见眼的笑容，就知道她对这次的收获非常满意。1年下来就能获得几10亿的越南盾，一个小目标已经在她这里已经不算目标。饲养龙虾的贝类大约8000越南盾1公斤，一天饲养龙虾的费用就达到1000万越南盾。现在他们要将这些龙虾迅速地运回到加工厂。运回到加工厂，工人会将龙虾进行分类打包。一大筐龙虾直接倒在铁筐里进行分类，这一筐下来的龙虾应该有50-60只，2斤左右的龙虾就可以售卖出去。如果龙虾太小了，就要回流。分类之前，龙虾都会在水里养着。老板娘会在一旁监督工人进行分类的小个动作也是非常快。为了让这些龙虾保持活力，必须快速进行分类。分类后的龙虾都要进行称重记录，称重后就可以进行装箱打包，装箱后还要进行称重，保持每个箱子里面的龙虾都在7斤左右。然后会有工人将箱子进行绑扎，绑扎好的箱子放到水箱里养着。他们的分工合作非常明确，而且非常有条理。船上面的水箱已经摆满了龙虾，每个水箱里面都会有一条导气软管。
为水箱里的龙虾提供氧气，比较小的龙虾会回流到网兜里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